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元。这是一场大家近期可以关注的一场 KVK。话说回来，我们好像很久没有看到6个阵营的 KVK 了。那这边也可以看到比较多熟悉的名字啦，就比方说2000、1875、1365、1903、2728，还有2359等等，这些王国都是大家都有听说过或者是比较熟悉的。那这边看下来，其实他们这样子合作方式会比较合理一点啦。下面的击杀就有7.62 trillion， 上面的话就是7.76 trillion， 因为你们可以看到这个阵营跟这个阵营的击杀会比较高一点啦，就比较起这两个阵营，那刚好1365他们的击杀会比较高，把这个击杀数给拉上去了。但外交结果还没有出炉之前呢，其实比较多玩家是希望这样子合作，或者是这样子合作，就是有各种说法啦。所以最终的结果大家也可以看到哦。然后这个就是他们的外交邮件了，你们可以看到熟悉的名字，这个就是之前买 Osno 账号的那个玩家，不过他后来又把账号给卖出去了。他就告诉各位，外交已经结束了，他们最终的结果就是上面打下面，他们的盟友1903和1365，然后他们的敌方阵营有包括哪一些王国，还有哪一些阵营。这一场是一场很艰苦的 KVK， 所以确保你们的账号是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好你们的资源跟加速，然后准备去战斗。但是说到2728这个王国呢，在前阵子也是发生了一些事情啦，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看 Furious 的影片呢？就是他之前跟1365撕破脸了然后跟他那边吵起来，这边我就长话短说，他们究竟是吵了什么东西啦。简单的来讲，就是1365他们是打算把一些账号给清掉，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体积太大了。那因为 Furious 他是没有 T5 的，然后他在一场 KVK 里面的击杀呢，他的击杀算是偏比较少一点，就是你们可以看到那种有花钱就是比较强一点的玩家，他们一个赛季至少都是击杀30亿起跳嘛，但是他的击杀就没有这么多。如果没记错的话，他的击杀好像是10亿以下的，但是他本身是没有 T5 的啦。可是以一个没有 T5 的玩家来讲，他的战力是属于比较偏高一点点的，就是1365觉得他在1365没有什么太大的作为，所以就把他给赶出去了。所以在他跟1365之间呢，就发生了一些 drama， 就是两边争吵来争吵去。但是好笑的事情发生了，就是他原本移民离开1365的，也是讲了很多1365的一些不好的话，讲1365怎样怎样啊结果他们这个赛季跟1365合作，所以有不少玩家在那边猜测说会不会有可能2728会搞背叛还是什么。但是我觉得2728应该不至于到那个程度啦，因为你没有必要为了一个人而去搞王国之间的内战，这样子的话会破坏你王国的声誉啊，可能之后就没有其他王国想要跟你合作了。所以我不觉得2728会为了 Furious 而去搞背叛的事情啦。当然我个人是希望可以看到背叛了我们想要吃瓜嘛，是不是？至于他们牵制的情况呢，因为我是没有特别去关注他们这一场 KVK 啦，我纯粹是想要看他们打仗而已啦。可以看到 Glock 他的排名是排在还蛮前面的，第一名居然是1365哦，也算是发挥了他们自己本身应该有的强度吧。一般他们在前置的那个分数都不会太低的。接下来1875这个也算是意料之中啊。下一个是2359，我原本还以为说2728的排名应该会比较高一点哦，所以这边看下来，其实这两个阵营的排名会比较高啦。所以换算去地图的话，也就是这两边旁边而已。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地图会怎样变化好了。那首先在关卡4开放的时候，其实也就只有两边会战斗啦，所以他们交战的时候就会这个阵营2728跟这个2359他们会在这里打起来，这个区域两边是互通的。但如果是以人数上面的优势来说的话，2728这边会比较大优势。假设说以战力来讲的话，其实这边的优势会比较大一点。不过在近期的 KVK 我看下来，其实人数优势还是比较大一点啦，而且他们这边战力也比较高，所以就看一下这边两个阵营的表现会怎样啊。至于右手边的话，就是1875跟1365两边战斗，两边都算是先锋王国啦，就看他们打到怎么样。但是我觉得1365那边会有一个问题啊，他们时常就是定点就下线，没有什么人，所以我不知道他们把这个
个坏习惯给改掉了没有？如果没有改掉的话，他们的官司之战应该会比较困难一点。但是不管是这一方胜利还是下面这一方胜利呢，其实大家都可以走到下一个区域去了。比方说1365他们真的是失败了，他们可以走来这个区域，进入了这个区域之后，他上去的话也可以来到这个区域，他们的盟友也可以过来帮忙。至于1875这边的情况也是一样，他来到这边可以进去，然后他上面的盟友也可以进来，只是比较不同的地方就是谁可以拿下了后面这个区域之后，就变成他建旗帜的速度会比起这一方还要更快。他的门口我记得好像是在这个位置，所以他建旗帜的时候可以从这边直接开始进来，就变成说有可能这一方他拿到门口建旗帜出去的时候不一定可以碰到皇庭的门口。所以你是说区5有什么关键的地方呢？它的关键点就是在这里，看谁可以更快的去建旗帜而已。所以在关卡4之战的时候其实不会到非常激烈，主要比较激烈都是在第6区域，当其他的阵营全部都可以进入的时候比较混乱一点，比较热闹一点了，一直保持不动直到皇庭开放为止，就是丢大量的要塞了，并且他们这边王国这么多，丢大量要塞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直到最后打到皇庭为止。但是我个人觉得如果是以阵营来讲优势比较大的话，都是这2个阵营的优势会比较大一点的，因为他们是老牌的王国嘛，他们那些有花钱的玩家也会相对的比较多一点。奥尔良之围的地图呢是很看重玩家的统帅有多少位，并且如果你的配置越多，你的统帅越多，你在这场 KVK 中的表现就会越好，这就是奥尔良地图的一个特色啦，当然也是我不喜欢的一个点。那接下来说一下地图的情况啊，但是我没有想到的就是1365他们居然没有变成多分线，他们现在只有一条分线而已哦就是原本它是必须要超过650个玩家他才会进行分线嘛，但这边我们看下来1365也就只有619位玩家而已，这个是让我比较出乎意料的，就变成说我这个账号其实也可以进入失落之地啦。来看一下他们这边地图变成怎样了，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联盟战力最高的就是1875跟1365，哇，他们这边的战力都差不多要接近200亿了。那我没有想到2728的战力也是算蛮高的，2359基本上就是这4个王国他们就是每个阵营的领头羊，它就是包括我刚刚所讲的1903，那3303也算是他们阵营的领头羊。不过战力方面还是1875偏高啊，不过我之前看过1875的表现啊，其实他们表现我个人觉得是比起1365还要好的。其实我对1365他们在关卡4的表现呢其实不抱太大希望啦，我个人是比较支持1875的当然还有包括之前的一些恩怨啊，就比方说365啊，之前跟960战斗的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之类 blah blah blah， 但是击杀比较多的还是1365，毕竟他们是老牌先锋了嘛。不过这边以联盟来看的话，其实他们的击杀不会差距太大啦，还可以接受，主要是因为1365他们还有另外一个联盟啊，所以就变成他们的战力会比较高一点。个人击杀的话就是 Umbro， 这个我没有记错好像之前是 Prodigo 的账号哦，他把他账号买下来了，然后接下来就是巴黎队长，对啊我也忘记了，他已经移民去3303了，之前没有跟大家讲过。这个就是目前阵亡最多的玩家记录保持者，据我所知目前国服好像还没有玩家是到达这个水平呢，就是阵亡这么多5.6亿，而且几乎都是 T5， 所以我也是很期待他这个赛季的表现啊，可能这个赛季也是阵亡蛮多的。但是有个问题啊，就是巴黎队长他们的王国卡在中间就讲他们如果真的要表现的话，也要等到区域6开放了之后。Genie 也在这边呢，他还有一个账号在2489啦，我没有想到他已经把账号移民过来2728了。接下来还有这位玩家，他之前在2377的，应该是说在前不久的时候他依旧还在2377啦。那似乎2377那边就是国王他辞职了之后，就变成说这位玩家也过来1365这边了，可能是觉得2377已经不适合他了吧。这个就是之前 Star 的账号哦，他的账号也是在这边了。这一期他的玩家的话就没有什么太惊喜的玩家啦。这个我记得之前他好像是960的玩家，如果没记错的话，对，他之前是960的玩家因为我看他头像很熟悉啊，而且不是只有这一位而已啊。那伊卢亚他之前也是960的玩家，也是跑来这里了。哇哦，已经可以看到1365建立很多个要塞了，1875稍微少一点啊。哇，这边最多好像是1365，因为他们这边比较
较多还是韩国玩家，然后每次关卡开放的时间都是在韩国差不多晚上12点左右了，所以他们想要尽快完成编年史，不然就变成说他们又要半夜熬夜去打这场 KVK 了。OK， 大概是这样子啊。所以各位对于这场 KVK 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